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年底年尾，那么来自宇宙的一个重要的传讯。今天我们的传讯的内容呢，会集中的去关注究竟什么样子的能量呢，你需要去放手，然后什么样子的能量呢，是值得你坚持，或者是值得你去等待的。可能到年尾的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沉思，有很多的思考，无论是主观意识上的，还是说可能是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会有一些思绪缠绕在你的这个想法里，或者是在你的心里。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你特别想去抓住的，但未必能够立刻马上抓得住。有一些呢，可能是你非常想去推开的但是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离开你。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年底的这个时节，从当下10月底正好是10月31号，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能量点不仅仅是万圣节，其实也是在这个女巫能量里面，在传统的一些古老的时辰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它代表着这个时代或者是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屏蔽最少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这个能量我们是要抓住去连接也可以去接触你想要去接触的一个能量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重点来看，从10月31号这样子一个转折点，所以是11月、12月到农历春节也就是2025年年头1月、2月这个时间段，这3到4个月的时间，那么究竟什么样子的能量你需要去放手，或者是它会离开你，然后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能量它会值得你坚持，或者是值得你去等待的，你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具体的显化，或者是能够完成你的目标，看到你想要的结果。所以说今天我们分2个重要的能量区块来讲。那如果呢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今天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牌组里。我们面前有3副塔罗牌，从左往右呢依次是第1组、第2组、第3组。3组塔罗牌从左往右，第1组、第2组、第3组。好，第1组第1组其实是有一点带月亮能量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里面的一个画面感大家可以去通过牌本身的能量，也可以通过我会打开的这个画面去感受一下，这是否是你能够在当下觉得最有感应、最有连接的一个牌然后我们来看第2个，就是这样子的画风是这样子的。 OK， 好，然后第3组我们来看一下，是这样子的第3组的这个牌。第1组刚才讲过是一个那个跟月亮能量Deviant Moon， 然后第2组呢是一个 Halloween 万圣节主题的一个塔罗，然后第3组呢是权力的游戏这样子3副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哪一副牌当下跟自己是最有感应、最有连结的。那为了帮助你们呢，可以选出跟你当下最有对应的牌组，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年底期间从10月31号、11月、12月到2025年的年头1月、2月，那来自宇宙的讯息，什么东西是需要我去放手的？什么样子的能量需要我去放手？是谁需要我放手？什么样子的能量值得我去坚持，或者是值得我去等待的？我能在这个位置看到结果，看到我想要的显化，或者是成功呢？请宇宙当下给我具体的指引和信息。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
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是哪一副组牌啊？刚才我给大家看过这个牌里的一个画面啊，哪一组牌当下最吸引自己？那由于我们这边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如果有朋友觉得说2副牌组的能量同时吸引自己，那么你也可以点开2组都看一看。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一下啊，究竟这个年底来自宇宙给你的重要传讯有哪些信息，哪些内容吧。那我们就待会儿见了。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一副牌组朋友啊，你们选的是这个 Deviant Moon， 跟这个月亮能量相关的一个塔罗牌。那我们来看的是今年年底，2024年的年底啊。那么月份是从10月31号到2025年的年初，来自宇宙给你的传讯，什么要放手，什么是值得坚持或等待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需要你去放手的啊。我们先来辞旧迎新嘛，先辞旧，我们再来迎新。我们先来看什么东西是需要你放手的，什么能量会在你的离开的这个能量的位置里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给第一组牌的朋友抽取今天的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啊。感恩宇宙，来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年底的重要传讯究竟是什么东西？你需要去放手啊？宇宙给你的讯息是什么呢？第一张牌是权杖8。这张牌首先呢，第一个能量我是这样看的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当下里面，就是任何你认为心急的，就是你非常想快一点、快速的拿到你要的结果的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把心放下来，把心沉下来。很多朋友，我觉得当前你们正在酝酿的这个能量点啊，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立刻马上能看到成绩的东西。如果你把时间这个限得很死的话，比方说我立刻马上，或者是我要在12月31号之前，或者是你一定要在1个月以后就能看到这个东西出现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的话，那么当前宇宙说这个能量你需要去放下你要放下。那么第二个呢，这张牌还有个信息是针对于少部分朋友的，它讲的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当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如果你现在立刻马上做决定的话，你有可能会后悔。原因是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太久的，我觉得是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几周之后，有一部分朋友关于这个决定相关的信息，你会收到一个消息，可能是一封信，可能是一个短讯，可能是一个邮件，或者是别人会来叫你。这一个信息会在不久的将来，几周之后就会出现，甚至有朋友几天之后就会有。那么你现在如果很急切的想下定决心或者是行动的话，也需要先放一放我们这边是2个信息给不同的朋友一个是有要马上做决定的朋友，一个是呢是当前可能想立刻马上说想去快一点把这个事情做完。那么你需要放下心来，慢慢的再看一看，再等一等，把心沉下来，或者是等到那个能够让你很断定的那个消息出现之后，你再做决定，你再行动会更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第二个是这样子的第二个能量呢，我们这边出现的是金币4。这张牌讲的是有一部分朋友当前我觉得是比方说如果你现在在存钱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比方说你在存钱，可能是你想说最近也许你的收入是不是没有之前那么多，或者是说你觉得现在经济在缩水你有压力，或者是你觉得外界的东西物价很高，然后呢你想通过节俭，或者是通过少吃点少喝点少用一点，或者是你想通过把自己本来想做的一些投资把它削减的话，你需要去再考虑一下。今天的第二张牌金币4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朋友如果说你想去囤积，或者是想去通过缩减开支
来完成你的一个目标的话，那么这个方法未必是最好的。那么这个能量呢，其实会有大概几个能量的不同的表现啊。一部分呢，就是有些朋友我听到，就比方讲，你想通过缩小开支啊，比方说你想去上个课，然后你决定不去了；你想去健身啊，办的那个健身卡你决定不去了；或者是你想去，本来是很想去旅行的，或者是本来是有这个计划，也决定不去了，因为各种原因。那么这个缩减的这一个计划的话，当前从宇宙的能量来看的话，可能未必是对你有利的。宇宙说，与其去以这种我们所谓的比较忧患的或者是恐惧的心态来面对，不如让自己勇敢的接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可能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恰当，但是可以来借鉴一下。他说的是最好的防守可能是进攻，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缩减能够让你有安全感的话，那你还不如说把这件事情做好以后然后呢，你去更多的去开掘或者是开发新的机会和新的可能，来使这个看起来在缩小或者是缩减的东西能够进一步的去扩大可以通过比方说提升自己、投资自己，把这个所谓的消耗或者是消费变成投资，就是把这个概念可能换了一下。OK， 所以说静谧寺第一个能量就是有些朋友如果是想通过缩减的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有安全感的话，可能你可以再想一想也许有的时候缩减未必能帮你，不能根本上的帮助你解决目前的问题和困惑，反而是你更加多的去开发新的机会、新的可能，或者是扩大那个大的东西，那么也许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你，或者是让你更开心、更快活一点。第二个能量呢，就是囤积是囤积。这个能量呢，可能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年底的这个能量，如果你想说有些东西该花的钱比方说该送的礼，或者是一些你本来是应该做的事情 ，OK， 或者是应该去跟别人分享的，然后呢，因为各种原因你想去不给，或者是你不想去拿出来，或者是你觉得没有必要，这张牌正好是一个对应。因为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是最好不要囤积。有的时候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它是一个像水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流动性。你想更多，就需要更多的去给予如果你想收获的更多，你需要更多的去给予和分享。当你的内心足够富足和强大以后，或者是当你去克服自己的内心恐惧，更多的分享和拿出去、给出去，你会发现最终你得到的更多这个是一个回流，就感觉到你给的越多就会得的越多。那相对应的，如果你不想给、不想分享，可能最后反而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少。OK， 这个是给另外一些朋友的一个讯息这个是跟囤积有关的。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张牌。最后的一张牌呢，我们这里是吊人的逆位。吊人的逆位这张牌呢跟时间有关。之前第一张牌其实也跟时间有关。我觉得整个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时间方面，你们需要去更多的松弛，更多的灵活，更多的去，我觉得是接受吧去接受。如果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觉得有的时候时间对于你们来讲是一个很难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不喜欢那么你需要去克服时间时间，一个是太快，一个是太慢，可能这两个时间听起来是相反的，但实际上是同一个能量。你要在你的内心里面去向内观察，对于跟时间有关的主题，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想法？太快或太慢的时间对于你来讲会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你要去向内观察。当你能够观察到自己对于不同的跟时间相关的问题的一个反应或者是情绪之后，我觉得你会更好的理解你自己，你也会更好的去处理和时间相关的问题。那么时间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整个生活里面一个很大的主题，它很重要，它也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当我们跟时间挂钩之后，或者是很在乎时间，很对时间敏感，有种某种程度上说，它其实会把我们的这种得失心也会挂连起来，或者是当你很在乎这个结果，对吧？很固定，那么可能这个时间有的时候就会让你很
烦恼，或者是让你很焦虑。但如果你更多的去看向过程，看向整个过程你能够获得的，而不是去盯着那个结果的话，可能时间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去慢慢的放松它，或者是能够去放下它，那么时间可能对于你来讲就不会再那么的敏感啊。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张牌是跟时间有关，那么这张牌的第二个信息给第一副牌的朋友一个补充啊，就是关于不要去，我觉得这个放手的能量啊，不要对自己太狠。我觉得年底的这个能量里，这张牌出现呢，我觉得是宇宙给你的一个小小提点，需要去给自己松绑，而不是给自己加这个紧箍咒。什么东西需要放手？你需要放手的是让自己松绑，给自己一种松弛的感觉啊。这是一张大牌，它对应的能量很全。第一个跟身体相关的，不要太过于劳累，不要太过于的逼自己学习或者是工作，不要逼自己太多的去，比方说完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任务和项目。该做的工作啊，时间到了，自然而然，你看又讲到时间了，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会完成。只要你每一天按照计划去做，累积起来啊，我们在讲滴水穿石，累积起来，最后结果是你的。不要去担心，不要去焦虑，不要过快，也不要过慢，匀速前进最舒服。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所谓的这个松弛感啊，你的精神你的情绪是紧绷的吗？是放松的吗？是紧张的吗？是淡薄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啊，这个吊人牌，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需要给自己一个松弛，给自己一个解放，给自己一个松绑的能量，而且这个能量还跟时间有关，可能这个松跟紧也跟这个时间是相互连接的。你需要在当下放手的能量是有关于时间，有关于这种我觉得是松紧的问题啊，要松而不是紧，要放下而不是让自己拿起来。今天我们的3张塔罗牌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 OK， 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些能量啊，我们这边是这个骰子里面是这个冥王星，对吧？处女座，然后是一个8宫的能量啊。那么这3个能量加在一起，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当前呢是这样子的，有一些很属于那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需要你去彻底的去连根去改变，或者是连根拔起。而这个能量可能关注于在你的工作当中，或者是在你的一个生活习惯里面，你需要去在我们所谓的我觉得这个能量它讲的什么东西需要你去放手，你需要在一个跟你当前我觉得是你的精神和你的这整个情绪跟情感当中，我觉得是跟你连接非常紧密，让你很紧张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可能是你当下很关注，或者是你关注了一段时间，它可以让你很开心，它可以让你很紧绷，这个是跟工作跟生活有关的，你需要在这个地方让自己松绑，那么松绑之后你才能够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生活里面，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已经来到了一个所谓的必须得彻底改变的一个阶段。也许你之前的那个方法它可以适用一段时间，但是从当下能量来看的话，它可能已经不能再适用了。你必须通过松绑、松弛的方式来让自己重新调整，或者是拿到这个可以改变的能量。这个能量一旦改变之后，你会发现在你的比方说工作当中，或者是跟你的这个比方说亲密关系或者是你的这个你当前很关注的一个能量点里面，就是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当前其实很多的时间都在关注这里，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得到一个彻底的解放和放松，你也会在这个能量当中获得你要的新生。因为我们今天是冥王星，它有这种大破大立的感觉，只有你敢于去勇敢的放下，勇敢的去把它给调整你才能够感觉到彻底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是从内而外，然后是从外到里的，所以你不仅仅是在心态上、心理上、心情里面，也会在外界的一个显化当中看到它的这种变化。
所以当前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这个放下的能量已经来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阶段了，你需要去看到它，你也需要勇敢的，因为我们这种是冥王嘛，你需要有勇气，你需要勇敢的去改变，放手，放下。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能量啊，我们年底的传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放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去坚持，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去等待的呢？我们来继续抽塔罗牌。感恩宇宙，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什么东西值得你去坚持或者是等待？我们这里的第一个是金币6，好，金币6啊，这张牌呢，我听到的第一个能量吧，就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啊，我觉得是一个持续付出的东西，工作当中啊，生活里面，我这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工作吧，我觉得工作当中或者是学业里面啊，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去好好认真的做，这里包括跟同事、同学之间的互动。包括跟同事和同学之间的合作，还有包括什么？还有包括你去无条件的付出，这里可能是照顾你的小动物，可能是做的义工，可能是你一直在奉献的一个什么理念和项目。我觉得金币6这个能量出现以后，有一个很强的能量交换，而且是需要你继续坚持的。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在这个我刚才讲的时间有关的东西嘛，可能这个东西需要你去长时间的培养。可能是培养跟某人的关系，可能是培养跟某人的信任 ，OK， 和某人的信任，可能是培养和某人的这种亲密的感情、亲密的连结啊，也有可能是培养你在工作当中，你想要取得什么样子的成绩、什么样子的成果，包括学业里面你需要继续的去付出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你继续的去坚持的话，继续的去做的话，那么宇宙说，能量的这种互换，平等的互换，你最终将看到你想要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有可能是这个关系啊变得非常的好，被你经营的非常的好，有可能是你拿到跟这个人之间非常好的一种信任啊，这个人成为了你的战友，成为了你的亲密的伙伴，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你看到你所付出的这个工作当中的项目里的学业当中的，你看到了你想要的成绩，你看到了你实现的目标，所以能量的互换既有可能是针对于一个人，他跟你去相互交换你去真心付出，他用真心跟你交换；一个呢就是你去付出的这个项目，这个对象那么继续坚持，继续去做。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放慢脚步，让自己放下这个紧张，给自己松一松绑，慢慢的做，持续的去坚持，那么这个结果一定是有利于你的就是不要急躁，不要过于的去太快的去想立刻马上怎么样，一定是慢慢来，关注这个过程，关注于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习惯 OK。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这边我听到了就是在你去比方说减肥或者是说增强这个肌肉的那个能力或者是你想去锻炼身体增强体魄如果你有这个计划的话，不要去因为一些事情，因为你想去缩减而把它放弃，因为我看到这个事情对于你很重要，一个好的身体健康，比方说你一直可能在治疗一个什么样子的病或者是说你之前一直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结构可能是饮食结构，可能是运动的一个习惯，坚持下去宇宙说坚持下去，时间久了，你不仅能看到成果，这个成果可能是身体健康方面的，也有可能是你最终需要通过你的身体健康来帮你完成的一件事情，它是相互一起吧。OK， 两面一起我觉得是对你有所加持，所以宇宙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个是金币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翻开这个牌是什么呢？金币骑士的一个逆位。这个牌呢出现在这里我连接到就是什么呢？就是小蜗牛小蜗牛。可能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我的生活可能就是
我就是那个小蜗牛啊，感觉到就是每天都很慢，好像每天都没有怎么动。那么这个金币骑士的逆位讲的是，就算是蜗牛一步一步的向上爬 OK， 最后呢你也会来到你要的那个目的地。这张牌逆位的啊，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很难，有难度，有挑战，而且很不容易的去推进。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是很有挑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来到了一个有阻碍的地方，那么你坚持下去的话，你是可以去到达的，你坚持下去的话，你是能做成的，但是这个速度可能是比你想象的要慢，甚至是慢的要多可能要慢，比你想象的慢的要多。OK， 我们今天有2个土元素可能对应的是大家的工作，可能是对应你的学业，可能是对应你的一个证书，你在考试的东西，又或者是你想要拿到的那个升职加薪，或者是你想要的那一个改变。我感觉到很慢，但是宇宙说值得坚持。如果你之前已经选好了这条路，你要坚持下去这个是金币骑士他在告诉我这个速度是真的慢，但是呢宇宙说值得坚持，值得等待。可能在你的心里它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它就是一个让你觉得说能够给你安全感的事情，一个项目，一个事业，那么它值得你去坚持，它值得你去付出，它值得你去等待。好，最后的一张牌，最后的一张牌是宝剑八。什么值得你去等待？这张牌给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有一部分朋友就当前可能对于自己信仰里的所坚持的这个东西，它的最终意义，它对你最终的那一个我们讲的那个最初选择它又为的是什么，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点模糊，或者是当下是困惑的，又或者是说不是很确定自己的内心。那宇宙在告诉你最后的这张牌宝剑八，它讲的是这件事情可能当前去看未来，你不一定看得清楚。那如果看不清楚的话，你就往前看，看你的初心，看你最先开始为何做这个决定，为何做这个选择。那么一旦你想清楚，回忆起来，回想起来，你就能够找到这个出路。这张牌还有一个能量，什么东西值得你去等待？不要用你的逻辑去分析，越分析越理越乱。当前需要你去用你的一个灵性也好，用你的心也好，就是让你的心，我觉得是用你的心去回应它，值不值得，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所坚持的对于别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可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了解，我们要去认可自己的这颗心，它所回应给你的感受，它所给你的一个回馈。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去用大脑思考、分析、推理、判断值不值得，但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去靠这些，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去逆行，有些东西我们可能需要去固执，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去坚持，或者是放手一搏。那个是勇敢才能够带给你的一个解锁，只有勇敢才能够去坚持自己的那个内心，他所给你的一个回馈，他所想去坚持的那个想去走的那条路，那个方向。所以最后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让自己我觉得有些朋友这边什么值得你去坚持和等待，你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了。可能是在晚上的时候站在这个阳台上，看一看月亮，看一看星辰，让自己平静，看一下我们所谓的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看下面，就是看别人在干嘛，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天，有的时候我们要往上看，我们要去看更大的更广博的一个理念不是每一个人他的这个一生都是去做简单的事情，
虽然简单的事情很容易，有些人生命的某一个时段，我们需要挑战，我们需要坚持，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让别人不能理解或者是别人想象不到的这个答案，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所谓的为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都不明白，但是我们的心会告诉我们这个神秘的一个方向和向导，就像我们在讲我们的这个指导灵，我们的宇宙在指引我们。那么当这个能量降临，当这个能量来了以后，我们去回应它，我们去坚持它，我们去相信它，我们走完这段路，我们就能回头看到这个答案。可是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去拒绝它，可能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内心的这个召唤就没有去被回应，那么这个旅程里的精彩，旅程里的这种风景我们也就看不到。那么回过头来，也许我们只能够去羡慕他人的精彩，而自己感受不到闯荡这一条路带给我们的惊喜或者是成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个传讯。那么这个神谕卡有什么样子的信息？感恩宇宙宇宙给你的传讯这个是什么内容呢？重新评估。这张牌我觉得是一个，你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两个想法，一边想着放弃，一边想坚持，一边想简单，一边又想接受挑战，很正常这个想法很正常。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说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人不值得。有的时候呢，我们把眼睛一闭，可能又觉得其实还是很喜欢，或者是还是很想去坚持，这个很正常。每时每刻每一天，我们可能都会有两个自己在同时的对话，而且这个想法和内容都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但是呢，当前来自宇宙给第一副牌的一个重要的指引，来自年底的这个传讯是重新的去评估。我们可以用心去感受，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也可以用大脑去分析判断得出一个结论。那我觉得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当前这个评估需要你闭上眼睛，需要你用心，需要你在晚上平静的时候，没有人去吵你的时候，那个你心里给你的答案才是最正确的解药，或者是最好的那一颗钥匙，又或者是能够让你的心不后悔不遗憾，能够告诉你内心最清晰的那个答案。 OK， reassess。 他说的是你可以改变主意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如果你已经，我刚才是不是讲过那个有一部分朋友要下决心做决定的，那么这个一个是刚才我讲那个消息的事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心里其实一直想改变的话，如果你心里其实早就想去改变主意的话，那么你要告诉自己是你可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坚持到底，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我们内心最真实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已经意识到可能错了，那么及时的去改正，或者是重新评估再去改正，或者是确认，是你当前最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这个也是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个传讯，一个指引，希望能够帮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连接到的所有的信息，希望这个信息呢对大家是有用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祝第一副牌的朋友好运，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万圣节塔罗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个年底的传讯来看一下当下来自宇宙的一个年底讯息，什么是需要你放手的，什么值得你坚持和等待。那么我们首先从我们年底的辞旧迎新，从放手什么样子的能量你需要放手，什么样子的能量可能它已经在慢慢的消融消逝，或者是在慢慢的远离你，又或者是这个能量它其实已经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不能帮到你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是什么，什么东西是需要你去勇敢放手的我们来看一下。
好，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个第一张牌。OK， 第一张牌我们这里是一个蝙蝠4啊，是一个蝙蝠4。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啊，其实是有一种叫做，其实最难的东西、最伤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过了啊。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讲，可能有一些事情伤到你的心，有些事情可能触及到背叛，或者是你之前认为它会怎样，结果却没有发生，或者是以相反的方向来我们所谓的显化出来，你可能会很伤心，你可能很心痛，或者是你觉得非常的生气、不甘心啊。那么当前的宇宙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它已经属于是在过去式的一个东西。如果你现在抓着不放，想要去强行的扭转和改变，可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对于有一部分朋友来讲，我看到的是不值得啊，这张宝剑4吧，这个能量啊，蝙蝠4不值得。宇宙当前其实非常希望你能够去放手这已经发生的过去，让自己能够休养生息，让自己可以看清楚眼前的一个状况啊。有些东西可能它就像一个我们所谓的有些菜可能很好吃，很对你的胃口，但是有些菜它好吃，可是却对你身体不好。比方说油炸食品，比方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吃多了这个过度就不好，油炸的呀、甜的呀、过咸的呀、过于油腻的，对不对？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也许你喜欢，但是他们对于你的成长，对于你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身心灵健康吧，它可能并不是好的东西啊。那如果说他，比方说你很看重的一件事情，反而伤到你，你很看重的一个人，他反而伤到你，那么你就更应该去重新的去理性的 OK 蝙蝠理性的去看，这个可能是对于自己来讲引号有毒的。那么过度的引用的是他们的能量，对不对？过度的引用他们的能量，对自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么宇宙当前希望你能够勇敢的放手，有些事情我们不要去强求，有些事情我们不要去扭转，我们只需要去承认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好比有些人他可能一旦做出背叛你的事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他可能在他的这个骨子里，他的这个人格里面有些事情他就是那个样子的。如果你想去把一个东西强行的改变，它需要很难很难，或者是需要你很多时间，那么反过来你就要想，值得吗？所以我们在讲很多事情不要去想着改变别人，我们要勇敢的去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步伐，来适应我们的环境。所以当前的这个蝙蝠4我觉得这个宇宙当前真的是给我的感受是有一点像是他在默默的守护着第2副牌的朋友。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或者是希望的这个路径发生的话，那么与其把它看作是一种挑战和阻碍，不如把它看作是宇宙对你的另一种保护和加持。说明第2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的命这个好运在另外的地方，你们的命中注定属于另外一个更对的人。所以我看到宇宙我觉得是一种隐藏式的可能这边第2部分不一定能感觉得到，因为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现在是在伤心难过的这个地方但是我看到宇宙对你很多很多的保护，很多很多的这种加持，所以把它看作是宇宙对你的保护，能够让你我觉得是开心一些，能够让你好过一点，而且也能够让你更加我觉得是放下。我这边明显感觉到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宇宙在看着你，你这一切的发生，我觉得宇宙是在看着你，他知道其实你有另外的安排，或者是他有另外的安排。所以请第2组牌的朋友，请你们相信你们值得更好的，你们值得拥有 OK。 第1张牌这个是蝙蝠4。然后我们来看第2个，什么需要你去放手我们来看宇宙给出的能量。好，我们这里是一个鬼骑士这个小鬼的能量代表着水。这边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讲呢，他的这种所谓的浪漫
有一点虚无缥缈，有一点像是空中楼阁。那宇宙当前的这个讯息呢，是在告诉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是以浪漫的方式，以温柔的方式，以我们所谓的包容的方式，以善解人意的方式，面对当下生活里的境况，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方法。我这边很明显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宇宙希望你能够冷静对待，而不是太过于感性的去理解或者是包容。宇宙说当前如果说当然这边就是这样子，大家看是怎么样去想如果说你只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体验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但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你的那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去重新去想一想的。当前我们的这个小鬼骑士出现在我们的放手能量里面说明很多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要去看待自己的价值。因为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宇宙这边是对你有很多保护和加持，所以你要相信的是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你值得拥有那个你认为最神圣最有价值的东西。就好比讲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值得被爱，你值得真正的爱。如果这个人他在跟你谈条件，他在跟你谈说 OK 给你比方说80%的爱，然后保留20%，那么你就要知道自己值得的是80%还是100%。如果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认为自己是值得100%甚至更多的话，那么这种我们所谓的次品或者是有点廉价的这种感觉的话，那你就需要去拒绝，勇敢的拒绝，勇敢的说不。这样子既能够保护你自己，也能够让对方知道你的这个你的要求，你的这个条件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告诉别人我们能承受的，我们能承担的，我们想要的。如果你退而求其次，其实从潜意识来讲的话，你已经告诉对方这样就够了，你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一边就是要理性的处理，理性的去对待你的生活里的周遭事情。第二个能量呢，我觉得是你要相信自己值得这种，我觉得是比较高能量的一种能量交换。特别是我觉得是对待事情，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感情里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这张牌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是感情里的事情，或者是人际关系里的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可能是在情感里面，可能是在这个友谊里面，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可能跟你们的这种预期是有一点差距的。那么你们需要去勇敢的争取自己的权益，勇敢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那种价值。只有你们心里相信，对方才能够买单，对不对？好，第三张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需要你放手。看一下 OK， 第三张牌我们这边抽到的是一个恶魔国王小恶魔国王。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对于你的那个宏伟目标，对于你心中的那个满分，对于你心里的那一个完美我觉得是需要去从长计议从长计议。这张牌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谓的这个放手能量里面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要知道，就是说有些事情这个目标如果太过于大，就有点像那个你心里确实有一个理想，有一个伟大的蓝图，但是你要把这个能量把它带回到我们所谓的显化里面，带回到地球里。也就是说，事情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做 OK， 关系也是一点一点的去推进，信任也是一点一点的建立。在这其中我们需要调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去确认，我们或者是需要去调节。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那个所谓的完美的那个值调得过高过大过满，因为这个样子可能会反过来让你失望，让你心痛，对不对？与其我们设定一个很高，甚至是让我们觉得达不到的那种现实里面达不到的高度，不如让我们把这个所谓的那个目标把它调节到一个稍微低一点的地方，我们让这个所谓的结果自然而然的去盛开，或者是一点一点的去展开，我们去期待它，但是我们又不去限定它。用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会让第二组牌的朋友觉得让你们过得更舒服一些，让你们的心里更好受一些。这个能量不仅对待是感情关系我觉得也对待着你心里对于一些事情的一个预期值、预估值。
就好像我们讲期待越高，失望的越多，是不是啊？我们是要去往最好的那个地方去想，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够把它定得那么的死。我们把这个目标，我们把这个心愿啊投放给宇宙，给宇宙下了订单，我们需要收回来，我们需要放下它，我们需要着眼于每一天啊，每一步，每一个小的目标，然后呢，我们去看，我们去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当前啊，第二副牌的朋友要把这个能量啊收回来，不要太过于的外放。我觉得是把这个温度啊，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当前你觉得现在生活很热烈啊，这个有点就是头有点大，或者是有一点飘的话，你需要收回来，给它降温，给它一些理性的冷静的东西啊，能够让你们可能更好的去面对，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应对，能够让你更好的去，我就是展开你需要的行动。OK， 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放手能量啊，年底的这个传讯，有一点像是给大家拉回到现实的感觉。可能第二组牌的朋友比较的浪漫，比较的这个理想主义这个是很美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需要和现实相结合。OK， 和现实相结合，那么这样子，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会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尝到更多的美好和甜蜜，而不是总是让你失望，或者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骰子的能量啊，来看一下。好，我们今天是海王星、双鱼座，然后是3宫。跟我刚才连接到能量，我觉得还是蛮对应的啊。我们这里出的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这里来到的能量是海王星啊。海王星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很梦幻的、很理想主义的一个感觉。那好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就是感觉是这个天堂在人间哈。那如果是它显化的能量是一个另外一面的话呢，那可能就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困惑，因为我们的那个理想的高度和现实的这个对比会让我们很失望。所以呢，海王星的能量啊，它其实是一个很有那种很梦幻的，很完美世界的那种感觉。那么当前呢，我们这个海王又来到了这个，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双鱼座啊，它是守护这个双鱼座的能量啊，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是很放大的、很主宰的一个主能量。我觉得这就像是双鱼，然后呢是海王，就是整个包围住了第二副牌的朋友。就像我刚才讲，可能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完美主义，对你们的生活都是高要求，都是理想的东西。可是你看我们的第一张牌却是一个蝙蝠4，就是一个现实里的东西啊，和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那个心境之间存在着一个距离，那么就会刺痛你，就会刺伤你让你伤心，让你觉得困惑，或者是让你觉得有一点背叛的感觉。那么我们的这个能量呢落在了3宫那么这个呢是在沟通里面。所以整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这个年底当中你需要放手的东西是你的理想主义在你的心里，在你的脑海中，可是你需要通过一个沟通的方式来让对方知道。那么在沟通和交流里面，我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可能需要去更加有效的沟通，一个更加我觉得是务实的一个沟通，来让自己可以去让对方理解自己的心意，来让对方理解自己究竟是从什么样子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个事情，来处理这个关系。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年底我们所谓的这个放手的能量，或者是正在离开你的能量我觉得是对指在有一些事，有一些人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对于一些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它没有按照你的理想去显化的话，或者是没有按照你的这个希望的方向去展开的话，那么你们需要去放下它。也就是说，可能对于这个目标和期待，你们需要去调整。与其去强行的推进这个进程或者是结果，不如让自己去接受这个事情可能会峰回路转，接受这个事情可能会最终转向你理想的方向，而不是当下去强行的扭转和改变。那么针对一些人的话，如果这个人他不能够听懂你的意思，或者是他不能够去和你对齐你能量里的这种理想状态的话，那么你们也需要去接受他。
可能说多了，反而别人会觉得你烦。那么与其去说，不如让自己安静下来。有的时候可能倾听是另外一种沟通啊，倾听是另外一种让你去收集或者是让你去理解的一种方式。有效的沟通，倾听很重要。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说的话对方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我们所谓接收那个能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也许要少说啊，把说变成接收，变成倾听。也许你会在这个对方的只言片语里面获取有效的信息，来帮助自己的沟通，有效的沟通，去传递你真正想说的话，然后来让对方真正的懂得你的心你想表达的意思。好，那么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放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坚持和等待，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坚持的，什么东西呢是值得你等待的。我们来继续问宇宙好，第一张牌 Justice， 哇，这个牌呢给我的感觉是有些朋友如果说你在这个人际关系里，或者是跟某人的关系当中，感情里就是你觉得你被误会，你受了委屈的话，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么宇宙在告诉你这个公平，这个正义最终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不要放弃了那么这里呢，可能是一些我们在讲工作上的一些不平等学业当中同学之间的一些可能有一种打压你或者是说你吃亏了受委屈人际关系当中，感情关系里面，可能你的心是好的，但是呢，通过一些 OK， 我们在讲可能你的沟通方式，对方的沟通方式，你的理想和对方的理想存在这个空间差异性的话，那么第二副牌的朋友，宇宙希望你能够坚持，因为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心，你们的初衷是非常好的，非常善良的，或者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对齐的是那个完美。那有的时候可能别人不一定买单这个东西，那宇宙说的是，如果你坚信这个价值，如果你坚信这个理想是值得去努力奔赴的话，那么宇宙说 justice 值得等待，这个最终的结果是公平的。也就是说，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事情还是对于人，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所坚持的，你自己所坚信的这个东西，它会最终以最公平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你吃的亏，你受的委屈，你被别人误解，你被别人误判，这个东西只是暂时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会证明你的理论是对的，时间会证明你当初的那个选择是对的，时间会证明你的想法一直是对的。OK， 时间会证明一切，这个是我看到 Justice 这个第一个能量第二个呢，有关于什么我觉得有些朋友就是你要去坚持你自己的抉择。我觉得有些朋友在做决定的时候，或者是在你这个当前的一个思考里面，可能会存在干扰信息。这个干扰信息可能来自于过去某人对你的一种伤害，也有可能来自于过去你的一种失望，来干扰你当前对于理想主义，或者是你生活中理想的这个概念，它的一种追寻。宇宙当前在告诉你就是不要让过去的一种烙印去影响你对美好的未来的一种坚持，可以这样讲。宇宙说你要去想一想，你要去真正的看向你内心里，就是你最想要那个实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边是一个海王星它不是说用逻辑去判断的东西，它是一个心里面直接就有的一个，可能是画面，可能是你理想生活的一个画面，可能是你对于理想你的这个梦想实现的一种这种勾勒，它是直接映射在投影在你的心里的，非常的明显，非常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说不出来从哪里来的，但是它就是在你的心里非常非常的让你自己就是你总是能听到它。双鱼座，你能够看到它，你能够感知它，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和别人的别人给你的信息，或者是从外界得到的消息，它不一定是完全可以去同频和一致的，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你去把它实现出来。所以我这边看到这个 Justice 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值得你去坚持和等待的是你自己对于这个衡量里面得出的结果。天平的两端是砝码，
一边是你自己的理想主义，它的这个画面的重量，对于你的价值这个重量，一边是可能从别人那里收来的建议，别人那里得到的评论，别人那里或者是从外界收取的信息和事实，两边能量全部放在这个天平的两端去称重，那么哪边更重，哪边对于你来讲更有意义，它是一个很主观的结论，是你自己要去选择的一条路径，它决定着你的未来，它决定着你会走怎样的路，它决定着你会最终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这个是 justice。 我觉得智慧第二组牌的朋友当前我觉得是需要智慧，需要你的一种智慧。这个智慧我觉得是一种很阴性的能量我们海王星在这个地方是一种智慧，来帮助你去做判断做选择。好，来第二张牌，什么东西是值得你等待的呢？我们第二张牌抽到的是最高女祭司。这张牌给我的感受其实跟我们的第一张牌其实正好这个能量是有一点两个方向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最高女祭司我们当前是一个逆位的是一个逆位的，它讲的是一个秘密 OK， 一个所谓的抽离。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让自己的心意吧，我觉得是传递出去，让自己的想法传递出去，而且我觉得这一份沟通是很重要的。在你当前生活当中，你需要坚持的是相信，就是你的那个想法，你的那个点子，你的那个主意能够传递到对方，就是另外一边去。但是呢，你要注意方法和方式。如果一味的让自己比方说隐忍或者是一味的让自己躲起来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当前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要坚持的是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自己的这一份坚定。如果你觉得说你自己心里有一个真相，或者是你觉得你明明知道这样是对的，但是你又不敢去争取，你不敢去拿出来我们所谓的公开它，而不是隐藏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很委屈，或者是你觉得心里很憋屈。当前呢，我们的女祭司是一个逆位的，说明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需要把所谓的这个完美的东西有些朋友我觉得是这样，也许你们太过于的追求完美，反而是停滞了，或者是拖延了你们的一个表达。那么当前女祭司的逆位，我觉得是要能够去勇敢的去做，勇敢的去说，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当你走出第一步以后，接下来的路就是慢慢的去调整，你要给自己调整的机会，你要给自己慢慢的去感受，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调整的这一个机会，而不是一味的去等待。因为我觉得女祭司的逆位在这个地方，值得你去坚持的东西，就是你要去给自己犯错的机会，给自己调整的机会，让自己勇敢的把这个能量，我觉得是传出去。第二个呢，这个女祭司还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能量，就是有关于我刚才讲的一个，我觉得是不要远观。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因为我这边有海王星嘛，双鱼座我觉得是，如果你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蓝图，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呢，你把自己放在人群之外 OK， 因为你害怕受伤嘛，或者是你害怕背叛，你害怕别人不能够理解你的话，所以你就想一个人躲起来，或者是一个人做的话，我觉得这个能量也是需要大家去借鉴的。当前呢，我听到的就是说，你要勇敢的走出去，勇敢的去就是面对一些别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甚至别人的一种评判有的时候这个评判可能对于你来讲是尴尬的，是不好听的，是难受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要去逐渐的培养自己的勇气。因为这个双鱼座的能量包括这个海王星其实有很强的利他主义
OK， 自己的能量是蛮容易跟别人一起就是融到一起啊，就是容易去跟别人融合的。所以当前我觉得女祭司的能量就是，你看我们这边有蝙蝠嘛，然后有 Justice， 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勇敢的让自己走出去。也许你特别容易受别人的影响，也许你也特别的容易哭泣，也许你也特别的容易感动。但是呢，如果说你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后面的位置，或者是跟从的一个角度的话，那么很难去建立自己的一种威信，很难建立自己的一个个体的一个魅力啊。那么当前呢，宇宙说不要去一下子把自己的那个想法带到太远的将来跟以后，而是慢慢的从一个可能拒绝、害怕、后退和抽离，慢慢的走入一个连结，跟别人连结，但是同时呢，又锻炼自己的独立性。跟别人连结的同时呢，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决策系统，要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要有自己的一个原则，要有自己的一个说不和拒绝的一个勇气，慢慢的练习，慢慢的让自己走进去。我觉得是有一点像是从外界走入人群，从不敢变成了主导，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一个我觉得是改变自己的过程吧，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充盈，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快乐。因为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应该还是很喜欢就是在人群当中的，我觉得还是很喜欢就是服务于他人，或者是让自己在人群当中有价值有意义，能够在人群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价值，或者是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甚至找到自己的权威性就是你的这种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我觉得你们有这种能量，OK， 有这种能量。那么尤其是我觉得是在自己的亲戚周围比方说什么姐姐弟弟妹妹哥哥就是在自己的亲戚周围或者是我觉得是跟家庭这种大家庭，或者是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寝室一个系一个部门就是这种我觉得还是比较近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小团体里面，我觉得是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价值，也找到自己的一个评判体系，融入但是又有独立但是不能抽离，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好，最后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什么东西值得你去坚持的？最后一张牌是战车，它讲的是坚持走自己的路，无论艰难险阻，坚持往前看第2副牌的朋友，坚持往前看，我这边感觉到一种往前的能量 OK， 往前的能量，进一步的去突破自己，进一步的去让自己我觉得是往前推进你所希望的，你所想去建立的关系体系，你想去我觉得是表达的一个观点和观念我觉得宇宙在告诉你，你值得拥有它。战车牌讲的是胜利，它也讲的是什么？守护。我觉得守护的是你的一个概念，守护的是你的一个理想。第2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的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想，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想世界，有这样子的理想的关系，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的家，你们要相信它，你们要坚持的走下去。那么战车牌，宇宙在这里给你的肯定是，你值得等待属于你的成功。而且我这边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最后你可以去把持得住，或者是你能够去控制得住你生活属于自己的那个方向盘。而且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车里面我觉得会有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这一路走过来，你会收割，你会拿到很多就是你认为跟你很合的，或者是你认为值得的伙伴，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你会找到属于自己，我觉得是值得你去守护的，值得你去帮助的，值得你去付出的那个对象。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锻炼自己的有效沟通的能力沟通的一半是说，一半是听。如果你说发现得不到别人的认同，或者是说别人并没有真正的明白你的意思，那么你就转换成听，多听，听好了以后再说，再去表达。那么你会在年底的地方
我们看到是10月31号、11月、12月、2025年的1月、2月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看到成功的突破。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阻碍，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阻碍，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要相信自己啊。我们从这个蝙蝠4到战车，它是一个很大的跳跃，这个能量是突破成功，走过最难的路，来到你希望的那一个方向，或者是你希望的那个地点。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成功的能量是在你的这个年底啊，有很强的一个，我觉得是突破，有很强的一个显化的，你们值得去坚持，你们值得继续去等待它啊，显化它。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塔里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神谕塔宇宙给你的年底传讯是什么？感恩宇宙。时间，第二组牌的朋友，宇宙年底的传讯是时间，我觉得是坚持下去啊，等到天时地利人和，时间到来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会看到那个结果。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在你的手上，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对不对？那与其你把这个时间拿过来担忧、焦虑、痛苦，不如把这个时间拿过来去重新规划、整理、思考。所以是宝贵的时间，当前在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手里，怎么样去利用这个时间，怎么样去度过这个时间，这个自由的选择权在你的手里。那么当前最宝贵的时间，其实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是很有利的。那么抓住这个时间，有效的利用这个时间，你将我们看这个地方战车的最后一张牌啊，我觉得是你可以去收获你要的成功和好运。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啊，来自宇宙给你的年底传讯啊，希望这个能量呢对你有所帮助，也祝福所有第二组牌的朋友，祝你们成功。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一组啊，权力的游戏塔罗牌。今天呢我们会来为大家连接这个来自宇宙给你的年底的传讯。那么今天我们的讯息呢，是从10月31号万圣节这一天开始给大家连接，那一直呢会持续到我们的农历年的年尾农历年的年头啊，也就是2025年的1月、2月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年底的这几个月，11月、12月，然后1月份这主要3个月啊。那么宇宙的讯息是什么需要你去放手，又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去坚持或者是等待？我们辞旧迎新分2个部分来看。那么首先在这儿我们一起来抽牌来看什么是需要你放手的，什么样子的能量啊，它可能在慢慢的离开你，对你没有益处，或者是对你也没有什么用了，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得不到我们所谓的成长，那么你就需要去放手它，然后呢去更好的迎接新的孕育或者是新的成长。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具体信息还有指引。好，感恩宇宙，什么需要放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张牌呢是权杖宝剑骑士的逆位。这张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有2个相关的部分需要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去考虑一下。首先呢，我听到这个要放手的能量来自于你在等待的一个消息也许你需要等待一个消息、一个信息来做出回应，来做出决定，来进入你的下一步。那么这个消息你需要去理智的对待，有的消息它是能够被你等到的，但是有些消息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到达，或者是说可能会有我们所谓的
没有随你的心愿啊，有些东西可能它就是等不到，或者是它不会有，那么你们需要去放下对这个东西的期待。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来自于什么东西需要你去放手？我听到的是你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在你心目当中，你通过你自己的一个分析、判断逻辑的一个推理，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值得你做，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你很想去怎样，或者是你得出怎样的结论。但是呢，当前宇宙在讲需要你去放下这个执着。也许你所信仰的，你认为坚定的东西，当前来看的话，可能它是有一点所谓的，比方讲还需要一段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准备，还需要更多的酝酿。我感觉到还没有来到一个去流动的，或者是去飞跃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间上面，或者是这条路可能本身对于你来讲，它未必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能量，就是需要你放手的东西，可能这个如果你当前想不清楚的、想不通的、想不明白的，或者是你等待的东西它有没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不要再让自己烦恼，不要让自己再去想太多，不要让自己再去坚持执着，放下执念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放下执念，放下你的执着。这个东西是你心里的，可以讲它是心理，但是我觉得更多是在你脑海里面你会思考的东西。因为逻辑事实对于你有利，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所以你需要放开那些思绪，让他们走，从而给自己自由这个是第一张牌 OK 好，什么东西需要你放手？我们这里出现了第二个金币石。这张牌有两个信息信息还蛮多的，我听到这边有很多朋友的能量过来首先第一个，放下对我觉得是金钱物质方面的一个执着。当你想去显化财富的时候显化财富绝对没有问题，想要拥有更多的物质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果说这个能量的我们所谓的这个钱物质如果它是那个最终极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结果或者是目标的话，可能你会有的时候迷失了追寻这些物质它带给你的真正的意义。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钱这个东西本身它可能什么都不是你可以说它是黄金，你可以说它是美元，你可以说它是比方说澳元，对不对？澳币什么都可以人民币都可以。它虽然有这个名字，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本身什么都不是。我们因为想去得到这个金钱或者是物质，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去学习，我们想去旅行，对不对？我们想去探寻这个地球的这个奥秘，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个课程，我们想去了解某一个学科。我们可能赚钱是因为想要过得更舒服，甚至是我们赚钱是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亲。那么这个钱它本身没有意义，可是我们的那个为了什么，那才是钱真正可以去发光发热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能量就是，如果有些朋友当前对这个金钱的事情如果钱物质的东西让你觉得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让你觉得累或者是让你觉得沉重包袱对吧，你就需要去放开它们，去想象更多关于这个意义的存在，而不是对于物质金钱本身的一种执念。 OK， 这是第一个能量。第二个能量我刚才听到的是什么呢？是有关于家庭。那么每个人对于家庭的定义各不相同，有的朋友当前的家庭的定义可能是你的恋人这个恋人跟你之间就是你选择的小家，有些朋友可能是跟这个孩子之间的下一代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跟上一代跟父母之间的。那么无论是什么，在你当下的这个所谓定义的家庭的生活里面你需要去放下一些东西。年底的时候，也许你会接到很多他们给你的一些压力，或者是说你不经意的潜意识的或者是直接间接的可能会被他们干扰，或者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也不能叫干扰，就是他们可能也为你好，或者是说某种期待对于你来讲是压力，是无形的东西宇宙希望你能够放下
有的时候可能亲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难的，因为他的这种血缘的连接啊，不是我们想放就放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习相处，学会放下。能不能够真正的放下，有的时候其实不在于说做什么事情啊，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心啊，是我们的心。当我们对于某些东西心里把它牵住了、挂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无论做还是不做，听还是不听，其实就紧紧的能量上联系。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放手，它放的并不是物质上我们看到的东西，并不是说不做了、不说了、不看了，而是我们要在心里放下对这个东西的执着和执念，不要让这一份的所谓的可能是责任可能是要求等等就是不要让这个东西成为我们心里的包袱和枷锁。可以做，可以听，可以继续的连接，但是呢，不要让它影响到你的主方向，不要让它影响你的心情，不要让它真的去让你所谓的窒息等等，这样就不好。那第三个能量我还听到还有一个能量挺有意思的。我刚才看这个牌的时候，这有一部分朋友年底你要放手的什么呢？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打个引号，不要贪吃，不要贪喝不要贪吃，就是如果吃很多的话对身体不好，喝很多酒的话对身体也不好。无论是因为你喜欢美味佳肴，还是因为可能要应酬，还是因为想要去连接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是工作的，可能是亲人之间的，想要去让他们开心，想要让这个关系更和谐，无论是什么，不要贪杯，不要去我们所谓的过度的去放纵一些欲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说没关系，一下下一时的暂时的，可是呢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方向和指标。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们所谓的收的时候其实很难，放的时候很快。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去收敛自己或者是控制自己，其实会比放纵自己来的要难一些。那么当你有一个好的习惯，你就要适当的去坚持下去。当习惯不断的去重复和坚持，好的习惯就会被加强，而不好的习惯无论是贪吃还是贪喝或者是过度消费，都是属于稍微有一点不是很好的习惯。那么这种习惯一旦打开，它有一点像是那个瀑布从上往下有一点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当然你随时都可以收起来，但是这种收敛的能量会比控制来的要难一些。所以我这边听到第三个能量呢，是给有一部分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年尾的这个传讯要适当的去感受自己的这种放开的这种杂尽量的去看一看，尽量的去在有控制的这种节奏里去放开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好，最后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放手能量年尾的传信，我们所谓的这个什么东西需要你去放手，什么东西需要你去放下。感恩宇宙，魔法师魔法师。那么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意志力很坚强，你们的想法思路非常的清晰，你们对于自己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你们是一群有追寻、有目标、有理想的一个族群。可是呢，到年尾的时候，宇宙希望你能够去放下一些执着，放下对于一些事情的一定要怎样的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可以讲它的能量如果过度的话会是一种控制，所以你要放下一些控制欲。有的时候我们所谓对一些事情的坚持和执着，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的掌控，是能够帮助到你的，帮助你我们所谓的很有节奏、很有计划，能够说一不二，能够说到做到，这都是很好的品质。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让自己放下放下来，因为人呢他不能够一直紧绷，不能一直压力很大，不能一直去我们在讲魔法师这个能量其实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所谓的能量点啦。那如果说魔法师他一天到晚都是那种很紧绷去变魔法的话，他的效率会降低很多。适当的休息，适当的去放松，然后呢当机会或者是当时机来临的时候，你们再去
立刻马上或者是有效率的完成它。这种可松可紧的相互调节的频率，可能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这边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年底的时候你需要调整你的节奏，调整你的步伐。对于目标我们要坚定，但是我们不能执着。有些事情啊，就是一旦你想好了，那么就是顺其自然的发生是最棒的。如果说这个事情不能够按照你要的方式，不能按照你希望的时间线来完成的话，不要过度的去执着。当然有些事情可能是对于时间很敏感的啊，那我们这边是另外的一个特殊的，但是尽量的去顺其自然。有的时候可能越逼越紧张，反而越慢。如果你想快的话，我们不再讲嘛，欲速则不达，是不是啊？所以当前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能量讯息魔法师，他是在告诉你，你需要去顺其自然，以自然的方式去调节你生活的作息，能够对你的身体，能够对你的项目，能够对你的目标，能够对你想要去表达的东西，都能够更加顺应和顺畅的去流淌出来，这个能量会更自然的出现和表达。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有准备的这个骰子里的信息，看看有什么啊。好，那一个骰子飞得比较远。好，第一个是木星，第二个呢是巨蟹座，第三个呢是二宫。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一群怎么讲呢？就是你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很我觉得是积极的心态啊，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你们平时很努力，然后目标又很明确的话，那么你就要相信，就是你一定是可以去拥抱这个丰盛的。我们其实来到木星的这个能量，它是一个放大的能量，它会放大你的好。那么如果有不好的东西的话，它也同样是会放大的。那么当前呢，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是一群很有目标性，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一群族群的人哦。那么木星来到这个年底的能量里面呢，我会觉得你们要去相信自己更多，或者是相信比自己更高一个维度的能量层级。只要你做好了，只要你做到位了，不用过于的紧绷和紧张，无论是控制自己还是控制别人，让这个东西顺其自然的来，包括你跟同事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包括你跟这个事情项目本身的连接，包括你对这个我们在讲考试啊，或者写论文呐、交报告啊，截止日期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要去相信更高维度的一个东西，它会按照你的心意去显化，而不是你一味的去逼，一味的去推进。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比方说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是你们是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其实是项目负责人，对吧？你们有很多的责任在自己肩头，你们需要去确保万无一失。OK， 确保这个东西一定可以去我们所谓的按照它要求实现的话，那么你们也不能去逼，比方说你们的员工啊，或者是队员呐，或者是别人，就是不要逼太紧。你要相信的是或者是你把你能做的事情做好，然后给别人一些空间和自由。你要相信的是看那个结果就好，因为我这边看到巨蟹能量嘛，它其实是说要给更多的爱、包容、理解。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给别人，也要给自己。只有你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有爱，相信自己，你才能够把这一份积极的能量去传递给别人，传递给他人，或者是传递给你现在正在去努力的这个项目、这个事业，或者是这个学业目标。我们今天抽到是二宫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们是在磨砺自己的一个，比方说工作学业或者是你们在做的项目你们在攻克的一个课题你们想要完成的这个目标你们其实是很肯干的一群人，你们也正在很努力的做着你们是行动者，你们在做着，你们在付出着，你们在给予着，你们在行动着。所以宇宙希望你能够更加多的去和宇宙的能量，所谓的这个最大的创造者，和他合二为一，和他一起去显化，而不是把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紧张都一个人去承受。
我们是一个小宇宙，我们要跟大宇宙同频，我们要相信这个大宇宙，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可能跟更大维度的能量或者这个安排是同频的，是对齐的，那么你就要去一起和他一起把这个东西给完成掉，你一定会接到这份好运啊。第三组牌我觉得是相信自己更多一点，然后呢对自己温柔一点，也对别人温柔一点，你会发现生活里很多事情将会更加简单容易的完成，或者是达到你的心愿，达到你的一个期待和目标。好，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能量啊，我们来看的是什么东西值得你坚持和等待。来，我们来问一下宇宙。第一张牌是这个是火元素3啊，这个是矛。这张牌在告诉我，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你的长远目标，你的那个大的方向、大的理想，一定会就是说到达。这张牌其实有好几个能量，一个就是说当前就是不要急，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已经出发了，比方说你之前签的一个合同，它已经开始了，这个合同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完成，好几个月才能完成，需要很多人一起工作才能完成。你可能很期待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可是这个合同已经签了，你们现在正在合同进行中，不要过于的担心。那么这个坚持走下去，完成下去，做下去，最后的结果有利于你。第二个能量，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坚持或者是等待的呢？我觉得这边跟大家的一个心愿有关，这个心愿是你之前投放出去的心愿，而且你已经把这个心愿向宇宙下了订单，可能是等待某人的回应，等待回归，去向某个地方，或者是等待可以远行。宇宙说这个东西值得你等待，因为这件事情，整个这个项目啊，跟你当前的能量，我觉得是正好对应在一起的。你有这个运势，你有这个好运啊，宇宙的外面的环境和你内心的这个想法是完全同频的。你要相信的是，一定会到达。这个东西是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可能人力，需要一点这个酝酿，但是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坚定这个目标，只要你相信自己的那个理想，一定可以做成，一定可以做成啊！这个是权杖3，也有可能跟大家的一个计划有关啊，可能是出行，可能是旅游，可能是商务的一个探寻，也有可能是这个和别人的一个，我觉得是跨国跨国的一个合作案呐，或者是跨领域的合作案呐，都有可能很大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值得你坚持，值得你继续推进，值得你等待它开花结果。好，第二张牌，什么东西值得你坚持或者是等待的呢？这件事情它跟什么有关呢？它跟你们的感情有关。这个感情甚至它可能在前一段时间，又或者是最近还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可能遇到了一点这个我们所谓的阻碍可能是对方不理解，可能是对方不同意，可能是对方没有听懂，可能是对方还没有认同你，可能是对方还跟你理解不深，还没有真正的连接，就是到一定的深度可能还停在一个表面。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但是还有一点不是很让你满意的一个跟情感有关的，既有可能是大家的感情这边可能就是爱情方面了，那也有可能是友谊也有可能是友谊。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今天看到大家有这个木星巨蟹，然后是2宫嘛，也有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很想建立的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我觉得这是这样子的能量，他在说什么呢？就是目前大家的这种信任还不够深厚，还没有一起经历很多的事情，又或者是对方对你还不够了解。那么这件事情，如果你认定了某人，
你认定了某人他对你而言的这种价值，或者是你看好他某些地方非常的和自己的志趣相投啊，或者是值得你去打开这个关系的话，那么宇宙说这个关系值得坚持，值得你等待。所以有些关系啊，无论是人际关系也好，是朋友关系也好，是父母亲关系、孩子关系，还是感情关系，有的时候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东西啊，它是很微妙的，它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而且这个所谓的进展，它不一定吧，应该这样讲，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来回迂回，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峰回路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波三折。那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确认好了你自己的心意，我觉得宇宙这边的能量就是说不要去放弃，不要因为对方的一个拒绝啊，或者是没弄明白啊，或者是他的一种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回应就轻易的放弃，不轻言放弃这一段关系，不轻言放弃这段感情这个就是圣杯一我听到的信息。好，最后一个，什么东西值得你坚持或者是等待呢？最后一张牌我们抽到是恶魔的一个逆位，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跟一个执着真的有关系恶魔的逆位跟你执着的一个东西有关系。我看到是可能有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跟有点像是前世今生有一点孽缘的这种感觉或者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个 devil 出现在这个地方，它代表着一个就像一个魔咒或者是一个枷锁已经被打开了，有些东西其实已经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只是说这个东西它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样子。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业力关系，但是业力这个东西也分很多种，有些业力它这个业力很深，有些业力呢可能就是一些纠葛。那么一旦这些纠葛我们在讲前世今生的纠葛，把它还完了，解开了，那么是可以很好的发展的，对吧？我们是可以改变命运的那 devil 的第二个能量，我觉得是跟大家可能是一个想要去改变自我的一个东西有关。有的时候最大的恶魔其实不是别人，也不是外面，其实是我们自己跟自己的较量。我们要打破自己认为不好的那个东西是最难的。就好像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我们在讲一个很完美的自己，一个我们希望成为的自己，还有一个是我们不希望的，但是又好像觉得那样子做会很容易，或是那样子是我们会选择的一条路和方向。比方说偷个懒睡个觉吃垃圾食品或者是想去那个怎么讲呢，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堕落的一种倾向这个也是恶魔里面的东西。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去打破自己给自己的一个魔咒的话，比方讲有的时候你可能跟自己讲的话是你肯定做不成，就比方讲减肥这件事情我肯定不可能减肥成功太难了，从来都没有做到过，但是你还是在这个路上继续坚持，继续的在尝试，那么这个能打破这个魔咒的人是你自己。第三组牌的朋友，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能够打破那个咒语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又比方讲，比方说你父母亲，你七大姑八大姨，你朋友等等，他们可能都觉得你就是一个那种好像不能够做什么很大事情的人，或者是你可能就成功不了。那你就有那样子的一个自己，就很想成功。所以打破这个魔咒的人是你自己。那么当前我觉得你要坚持的是这个更好版本的自己，是你心里的那个声音，是你内心对自己的召唤，你要去回应它，打破这个魔咒，去积攒自己的资源，去积攒自己的一种毅力，去积攒自己的一种不断积累的一个生活规律也好，或者是习惯也好，让自己打破这个魔咒，让自己可以去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最喜欢的方式，最热爱的那个自己的那个版本的方式去生长，去给自己营养，去给自己爱。如果失败一次，那么我们就原谅自己，然后继续去做，而不是说失败了我这次又没有成功我就走了。不是，不断的坚持，
不断的咬牙切齿的往前走，不断的去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前进。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很强的，我觉得你们内心有一股力量，这个力量既是能够打压住你们的，又是一股可以去打破的力量。你们自己心里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知？那我觉得年底是一个能量会很强，就是感受的很明显，对不对？所以你们的选择好还是不好，或者是你们选择的那个样子，或者是选的那个方向会被放大，所以可能就是一念之间差异就会很大。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要仔细的去选，仔细的去看自己的心，仔细的为自己所认定的、所坚信的东西我觉得是给予培育，给予爱。那么最后呢，你们一定可以去收获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无论是自己也好，还是那个目标的显化也好，一定是可以做到的，一定是可以完成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指引牌是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个传讯。我们来看一下年底来自宇宙给你的传讯是什么。感恩宇宙。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先是这个反面的能量它讲的是爱别人，爱他们，全身心的去爱他们。但是呢，也一定要确认的是先爱自己。那么我们今天抽到的是爱，你看我们今天巨蟹能量爱的能量会在年底被放大，爱自己，爱他人。爱他人之前呢，也一定要确定好，我们先爱自己。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能量就是说，需要更多的爱来投入到自己的生活里并不是冰冷的水泥墙，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利益关系，更多的包容、理解和爱能够让你成功，能够让你心愿达成，能够让你打破这个业力的枷锁。所以说第3组牌的朋友，可能最终你会发现只有爱能战胜一切，只有爱能够去解锁自己。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连接来自宇宙年底给你的重要传讯希望第3组牌的朋友可以在年底感受到这一股强大的能量。那么祝你们好运，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